关注总舵主，啥菜你都会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总舵主。为什么你们做的酸菜鱼没有酒店的好吃呢？味道总是差那么一点点，还有就是颜色不够白，而且它就是一夹就非常容易碎呢。今天我教你怎样做好一道酸菜鱼，大家看一下我是怎样操作的。下班啦，今天去市场买一条鱼。2斤左右啊，得啦。好。幫我打乾淨啲鱗啦。好，你走開啲喎，現在的草魚8.5塊一斤，這條魚2斤多一點點，一共17塊錢。你們那邊不知道多少錢呢？今天懶一點，不想動手殺魚了，交給攤販的大叔給我殺一下。好鱼已經買回來了，但是還是需要再一次的清理一下，把它的一個魚泡摳出來。還有一定要把它的牙齒給它摳出來，不然的話是真的非常非常腥的。接着把肚子裡面的貼骨血還有黑膜都給它去掉，不然的話又腥又苦。現在這樣就可以了。然後再看一下有沒有魚鱗沒有刮掉的，再次的清理一下。把這個草魚給它處理乾淨之後，然後把這個魚頭給它砍下來。接着我們用平刀法，沿着脊骨片出魚肉，到尾巴這裡切斷就可以了。另外把它翻過來，另一面同樣的方法把它片出魚肉。然後把這個魚腩的胸刺給它片出來，就這樣整條的魚柳就出來了。接着我們用菜刀斜刀30度，然後片出魚肉。我們在起魚片的時候一定要均勻的厚薄，以保證成熟度一致。教做菜我是認真的，如果教做菜不講究細節的話，全都是耍流氓。分享不易，能否給一個小紅心支持下呢？真心的感謝您了。切好之後先裝起來備用。處理好魚肉之後，下面把魚骨、魚腩還有魚頭這些砍一下。砍好之後先把它們裝起來。下面我們把酸菜給處理一下。因為酸菜它裡面可能會有些泥沙，我們把它的葉子給它掰開，不然的話很難清洗乾淨。用清水給它清洗2到3遍，洗乾淨之後撈出攥乾水分，然後把酸菜的頭給它去掉，這個的話會比較老一點。然後酸菜的梗給它切2刀。最後把酸菜切小，菜葉這裡我們把它橫過來，再切幾刀，不然的話會比較長的。切好之後先裝起來備用。才想起家裡面還有一條用剩的黃瓜，把它清洗一下。清洗乾淨的黃瓜，把它改刀切成片，然後再改刀切成絲。這個黃瓜拿來墊底，比較清爽一點，直接放在盤裡就可以了。下面我們準備一點料頭，蒜末還有薑末適量，再切上少許的蔥段，還有蔥花，然後裝起來。現在所有的主配料都已經準備好了。下面我們把切好的魚片用清水給它清洗2遍。可以清洗掉多餘的血水，這樣的話醃製出來的魚片會更加的潔白。下面魚片開始調味，加適量的鹽，還有少許的雞精，再來一點胡椒粉，薑蔥料酒再來一點點，
然后用手同一方向把它抓拌均匀。这时候抓至鱼肉有点粘手就可以了。然后再加进来半个鸡蛋清，再次同一方向抓拌均匀。这时候把鱼肉抓拌至有点滑滑的样子，然后再加生粉适量，再次给它同一方向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鱼片都包裹住淀粉。最后一步来上一点花生油，然后稍微的给它拌匀就可以了。下面我们起锅下油，轻轻的转动锅身，让油走遍锅底。油热后，把鱼骨给它放下来，然后摊开，把鱼骨煎至一面金黄色之后，给它翻面，翻煎另一面。我们把鱼骨煎至两面金黄色之后，然后沿着锅边烹入适量的料酒，酒在挥发的同时能达到很好的去腥效果。接着关火备用。下面起锅下油，然后把料头、姜、葱、蒜给它放下来，中火把它爆出香味，爆至干香。这个时候我们把酸菜给它放进来，同样用中火把酸菜给它煸炒一下。把酸菜煸炒干身，这样的话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爽脆，而且没有那个生水的味道。这个时候把汤水加进来，没有的话热水就可以了。然后把煎过的鱼骨加进来，下面开始调味，加一包这种金酸汤调味料进去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什么调味料都不用放。没有这个料包的话，那就加少许的盐、鸡精、一点白糖，还有一点胡椒粉，再来一点白醋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开大火给它烧5分钟，这样的话汤色会更加的浓郁。最后把酸菜还有鱼骨给它捞出来，垫在盘底。这个时候把鱼片分散的放进锅中，千万不能全部直接的倒进去，不然的话会粘在一起。主页有300多道美食做法，如果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的，可以关注我一下，可以偶尔的来我这里找一下灵感。注意鱼片刚下锅，千万不能立刻翻动，以免造成脱粉。稍微的静置20秒左右，然后用锅铲轻轻的推动鱼片，让它均匀的受热成熟。把鱼片烫熟后把它倒出来，这一过程大概1分钟左右。最后撒上一点蒜末，还有一点干辣椒，然后用热油浇上去，滋啦的一声，隔壁的小孩已经馋哭了。最后有条件的话来点小葱花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这款酸辣开胃的酸菜鱼就制作完成了。根据我这个方法腌制出来的鱼片色泽洁白，而且 Q 弹滑嫩，还不容易碎。这种腌制鱼片的手法同样适用于水煮鱼，喜欢的可以双击收藏起来。先来一个汤，汤泡一下饭，这个汤实在是太棒了。来一个鱼片。这道菜需要注意的几个地方，我讲解一下。第一，鱼片在下锅的时候一定要逐片下，千万不能全部直接倒里面。第二，这道菜的口味以酸辣为主，所以不要过多的加一些咸味的调味料。如果用成品现成的酸汤料，就不要再另外的调味了，因为这个酸汤料包的调味已经是非常的完美了。第三，鱼片的腌制很重要，一定要按照烹饪流程一步步的进行操作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喜欢这道菜的话，可以双击评论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